维和计划进入行动阶段，志愿者联盟峰会将于巴黎举行。美军重大调整，裁撤高层机构，合并战区司令部。乌军攻入比尔格罗德，开辟新战线。俄军加大哈尔科夫与红军村的攻势，注定毫无进展。俄罗斯恩格斯机场遇袭，图160获益受损。取代星链，欧盟太空监测项目自主化。俄罗斯护航队通过英吉利海峡将叙利亚装备运往乌俄战场。胡塞宣称发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以色列军事目标与美军舰队。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英国不仅计划派遣维和部队入乌，还要带其他国家一起。3月20日，英国国防部常设联合总部召开会议，英国首相斯坦默出席，来自20多个国家的高级军方领导人共同参与，商讨建立乌克兰维和部队的具体方案，比如台风战机的部署地点，为何为他们加油维护，以及如何与其他盟友提供的资源搭配使用。如果军备或部队被调往乌克兰，如何补充现有的部署，以确保北约东翼的安全等等。3月21日，俄罗斯卫星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将于3月27日在巴黎举行支援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峰会，泽连斯基也将参加该峰会。斯坦默与马克龙试图吸纳37个国家建立志愿者联盟，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并向基辅提供安全保障。就目前来看，维和计划已进入行动阶段。在队伍军援上，乌克兰的盟友继续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3月20日，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从合作伙伴那里收到了几架额外的 F-16，但未指明战机数量以及来自哪个国家。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宣布，其通过宏观金融援助贷款向乌克兰发放了第二批资金。这批资金来自俄罗斯被冻结资产产生的收益，乌克兰拿着俄罗斯的钱抵抗俄军的入侵。美国媒体透露，为了达到削减军费的要求，五角大楼正在酝酿大规模调整计划，包括放弃北约欧洲陆军最高司令职务，合并多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以及停止驻日美军的升级计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根据五角大楼简报以及2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的消息，五角大楼正计划对美军高层机构进行重大裁撤。CNN 也证实了相关消息。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裁撤计划的第一个方向就是放弃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职务。欧洲盟军指挥机构属于北约的军事指挥机关，负责北约盟军部队军事行动的组织指挥。按照惯例，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都是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包括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黑格、约翰·沙利卡什维利等。目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是美国陆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卡沃利。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维克针对此事发表了联合声明，认为美国放弃该职务会引发北约欧洲盟国对美国政府放弃对欧洲安全承诺的进一步怀疑。曾担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表示，这可能被视为美国彻底脱离北约的第一步。裁撤计划的第二个方向就是叫停驻日美军扩编计划。2024年7月，时任美国防长奥斯汀宣布将驻日美军司令部升级为联合部队司令部，并声称这是美日军事联盟70年来最有力的改进之一。大约包含 5.3 万名美军士兵与15个主要基地，但是其权限仅限于基地管理等内容，实战指挥与日本自卫队的协调工作由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如果升级为一个联合司令部，也就意味着指挥权会下放。之所以叫停驻日美军的扩建，主要原因就是预算问题。五角大楼认为这样做可以节省11亿美元的开支，但也有数字称这个数字过于夸大。裁撤计划的第三个方向就是裁减或者合并多个司令部。根据星条旗报的报道，当前五角大楼一共设有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包括6个战区司令部和5个职能司令部，其中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将整合为一个，北方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合并为单一的美洲司令部。其中非洲司令部的成立时间最晚，2007年10月1日正式建立，负责处理非洲事务，但司令部却在德国，与欧洲合并也没什么。但是北方司令部与南方司令部负责完全不同的安全优先事项。此外，美国太空司令部也可能裁撤其负责导弹防御的次级司令部，理由是导弹防御任务已经由各军种和其他作战司令部负责。目前也有消息反对裁撤计划，最终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目前乌军已经攻入比尔格罗德，俄军压力大增。
库尔斯克方向，乌俄双方的战线趋于固定，而且根据路透社的报道，3名了解美欧情报评估的官员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乌军虽然丢失了一部分库尔斯克阵地，但真实情况并不像特朗普与普京说的那样，已经被俄军包围。美国情报机构，包括中央情报局，在过去1周里已经向白宫通报了这个评估，欧洲的情报评估也是如此。这也算是为乌军背书。不过，或许是比尔格罗德燃起战火的缘故，无论是苏甲还是苏梅，乌俄双方都没能取得太大的进展。3月20日，乌军对比尔格罗德的进攻进入第3天。根据当前的战线来看，俄罗斯声称局势可以控制，但事实却是乌军已经成功突破俄军的龙牙防线。来自俄罗斯的消息证实，乌军在普列列谢西北路略微推进，并进入杰米多夫卡郊区。俄罗斯消息人士指出，乌军在该地区频繁使用无人机，不断扩大控制区。乌军获得这样的战绩，火力军并不意外。早在第1天，乌军对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第20军第3摩托化步兵师位于杰米多夫卡的指挥所发起了空袭，指挥所被完全摧毁。打乱俄军指挥后，乌军又摧毁了格拉夫夫卡附近的一座桥梁，摧毁俄军的后勤通道。可以说，乌军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没能取得优势才比较奇怪。为了抵御乌军的袭击，一名俄罗斯的内部消息人士称，俄罗斯军事司令部正在向边境部署预备役部队。注意重点，预备役部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不好说。就乌军的举动来看，这是要复刻库尔斯克的模式，但规模并没有那么大，目的大概是逼迫俄军向比尔格罗德增兵，减缓苏甲、苏梅方向的压力。计划相当成功，乌军这个举动也是在告诉俄罗斯，即使库尔斯克的阵地被夺走一部分，我们也有能力开拓另一个战线。乌东战线，俄军加大了对哈尔科夫与红军村的进攻强度。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赫里伯克附近与沃夫昌斯克展开进攻。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帕夫洛·沙姆申表示，天气转暖之后，俄军士兵在前线停留的时间更长，进攻强度有所增加。在哈尔科夫边境附近，俄军的集结部队不断补充前线的损失。从这点来看，俄军依旧想在哈尔科夫建立缓冲区。乌军对比尔格罗德的进攻大概可以缓解哈尔科夫的局势。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试图在奥斯基尔河右岸建立新的桥头堡，目标是靠近克拉斯涅佩尔舍的位置，目的是从侧面进攻德沃里奇纳。不过战术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依旧是依靠小规模步兵群渗透至乌军的防线。根据 Deep State 的分析，俄军的进攻行动依旧以失败而告终。博洛瓦方向，俄军正在部署小型步兵部队向该地区发起进攻。由于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很少使用装甲车，这些俄军士兵注定只是炮灰。乌军第24机步旅和第5突击旅击退了俄军至少增援排规模的机械化攻击，具体战果并未公布。托列茨克方向，由于一直无法在前线突破，俄军将目光投向了乌军后勤。有消息称，俄军正在试图切断托列茨克附近的乌克兰物流，只是以俄军光纤无人机的性能，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红军村方向，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表示，该地区依旧是东部前线最活跃的地区，俄军正在恢复进攻强度。不过，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俄军的进攻重点是库尔斯克，物资、武器、人员都是优先该地区。就像之前说的那样，红军村已经成为牺牲品。在这个时候，俄军想要恢复攻势，必然面临人力与武器的短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经历重大损失后，俄军步兵主要使用摩托车和越野车进行攻击，无法取得太大的进展。根据在红军村作战的乌军指挥官的说法，该地区的局势已经稳定。乌军对俄本土发动袭击，打击俄恩格斯空军基地。3月20日，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军对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发起攻击，在机场附近造成火灾，并引发了弹药2次爆炸。恩格斯空军基地属于俄罗斯战略航空的重要基地，俄军第22近卫重型轰炸航空师在该基地部署了3架图95 MS 和2架图160。恩格斯基地还拥有 FAB 和 KAB 滑翔炸弹以及巡航导弹储存设施。有消息称，乌军这次袭击击中了基地正北面的弹药库，爆炸持续数小时，产生的碎片散落到5公里外，可能损坏了飞机。乌克兰打击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报告说，乌克兰的袭击摧毁了大量俄罗斯 K-101。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还指责乌克兰以恩格斯空军基地为目标，违反了暂停对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约定。对此，火力军只能表示有些搞笑。
第一点，自3月18日普京发表声明同意暂停打击以来，俄军依旧接连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3月20日，俄军从奥缪尔市方向发射了171架见证者和诱饵无人机，破坏了苏梅和顿涅茨克州的民用基础设施。第二点，恩格斯空军基地并非能源设施，它是一个军事目标。俄罗斯对这件事进行指责，多少有些强词夺理。在队伍支持上，欧洲卫星服务商已经实现对乌克兰的全覆盖，已准备好取代星链。欧洲通信卫星公司表示，该公司已实现对乌克兰的全覆盖。如果美国决定停止乌克兰的通信，它已准备好取代星链。欧洲通信卫星公司计划向乌克兰发送大约4万个通信终端，以取代乌克兰正在使用的星链。该公司是全球第2大低轨道卫星运营商，拥有600颗卫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高速和低延迟连接，覆盖范围可以与星链相媲美。就性能而言，星链的数据传输速度和大规模处理数据能力要比欧洲通信卫星公司更好，能够满足用户对于高清视频、实时通信、云计算等高速数据服务的需求。但是欧洲目前至少有4家卫星服务商，即使性能不如星链，也可以满足乌克兰前线的需求，也能防止信息泄露，也不用担心有关闭的风险。并且随着欧洲防务自主再次拉上台面，欧洲太空监测项目也正朝着自主化迈进。目前欧盟正在加速推进太空态势感知计划，运用商业技术以摆脱对美国太空跟踪系统的严重依赖。早在2015年，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就已经成立太空监视和跟踪联盟。2022年11月，该联盟重组为太空监视和跟踪伙伴关系组织，成员国扩展至15个。只是经过多年运行，其整体实力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但随着欧盟对太空安全愈发重视，以及美国战略的转变，太空态势感知计划按下了加速键，这对情报优势有一定的增幅。阿萨德政府倒台后，俄罗斯正在将叙利亚装备运往俄乌战场。3月20日，有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和皇家舰队辅助部队检测到俄罗斯船只通过了英吉利海峡。欧洲媒体分析，这些船只运输的应该是军事装备。根据推测，在阿萨德政府倒台后，俄罗斯将其所有军事装备从叙利亚转移至乌克兰。2025年1月底，英国国防部情报显示，俄罗斯斯巴达2离开塔尔图斯。3月15日至16日夜间，比利时海军的卡斯特巡逻舰在北海发现了俄罗斯的北莫尔斯克驱逐舰。3月16日，该船离开英吉利海峡，进入大西洋，加入从叙利亚返回的护航队，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沙巴林登陆舰与玛雅1以及斯巴达系列。情报表明，这几艘船都携带了军事装备，最近正在英国和法国领海航行，目的大概就是将从叙利亚撤离的军事装备转移至乌俄战场。中东方向，胡塞宣称发射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以色列军事目标与美军舰队。3月20日，胡塞武装宣称对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巴基斯坦2型高超音速导弹，当天还打击了美国海军哈里杜鲁门号航母及其编队，这是为报复以军近期轰炸加沙以及美军对也门萨那省等多地的袭击。不过，以军宣称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拦截时导弹并未进入以色列领土。至于胡塞对美军的袭击，美军并没有回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胡塞打击美军舰队，加沙战火重启，胡塞第一次对美军舰队发起打击时，福克斯新闻援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的话称，美军成功拦截了10多个来袭目标，航母打击群并未受损，胡塞这次的攻击注定也是无功而返。援引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军与 Aegis 公司签约，要求其更换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引系统的电池，确保该型导弹能继续运作。根据报道，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自1970年代服役至今，一直都是美国核三位一体战略的重要支柱。这些导弹部署于美国各地发射井中，随时都可发射，射程约1万公里。它的精准打击能力来自于它的导引系统，该系统由电子设备组成导航网络，可确保导弹能精准命中目标。而导引系统的关键则是电池，这些电池必须确保导弹从发射到命中目标的过程中，导航与控制系统稳定运作，否则导弹可能偏离航向，进而导致任务失败。
负责本次导引系统电池更新项目的 AEC-Pitch 公司，其长期为军事与航天领域提供专业电源解决方案。该公司设计的电池可承受极端环境，例如在发射井内静置10数年，同时还能在导弹发射时承受剧烈震动，与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环境完全适配。预计此次更新过程将会在乔普林市进行，并将于2030年3月11日前完成。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合约中并未明确指出更新电池的具体类型，但据业界推测，极有可能为热电池。这类电池可在发射前保持休眠，仅在高温触发后才迅速释放电力，非常适合导弹应用。此外，按照美军原计划，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本该逐年退役，并由新型的哨兵洲际弹道导弹取代。然而，由于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进度滞后，美军现已延长民兵3型的服役时间，至少将持续到2030年代。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美国海军专责测试无人机的第24航空测评中队曾于2月下旬在马里兰州帕图森河海军航空站通过改装一架陆战队的 MQ-9 无人机，并为其搭载 STII 先进加舱，然后在基地的大型电磁隔离室内模拟飞行状态进行一系列测试，验证了其电力供应、冷却设备运作以及卫星讯号传输等综合性能，确保 STII 先进加舱可在高强度战场环境下稳定向战区各个单位提供数据共享与通信传输支持，协助提升实时资料共享和作战协调效率，以及强化无人机的勤监侦效能。此外，据该飞测计划主管劳森中校透露，近期还将对其举行最终阶段测试，验证 STI 先进加舱的整体效能。如果测试通过，预计将于2026年交付陆战队第3无人机中队，使其成为首支接收整合新加舱功能的 MQ-9 无人机作战单位。据防卫报告报道，土耳其阿塞尔桑公司近日成功测试了一款激光武器，代号为天空闪电。报道称，天空闪电搭载6×6机动平台，具有极强的机动性，同时还采用土耳其国产高光束质量激光源，可直接摧毁空中目标，并能以电子干扰器展开电子战反制，并搭载有先进光电传感器与人工智能算法，目标识别与追踪能力无懈可击。而且为了确保连续作战，其还配备有高效冷却系统，能够支援长时间的火力输出。截至目前，天空闪电已在多场测试中证实了其能精准侦测自主追踪并摧毁 FPV 无人机，同时还能精准打击微型无人机和简易爆炸装置。后续将被纳入土耳其钢穹防空系统，专门用于保护军事基地、机场、发电厂与炼油厂等关键设施。据战区报道，荷兰国防部表示，其皇家海军巡防舰德鲁伊特号近日在美国东岸的维吉尼亚州诺福克外海成功发射了一枚战斧巡弋导弹，这是荷兰海军水面舰艇首次试射该型导弹，也是继美澳日后第4个能发射此型导弹的国家。根据报道，德鲁伊特号为荷兰皇家海军7省级巡防舰3号舰，于2004年服役，排水量超6000吨，其集防空、反潜和指挥能力于一身。例如，舰尾甲板可停放一架 NH-90 直升机，舰首则配备有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选择装填32枚 RM-162 改进型海麻雀导弹，或者是 SM-2 防空导弹，也可配备鱼叉反舰导弹、MK-46 鱼雷发射管等。另据该国国防部前国务秘书范德马特透露，待荷兰正式引进战斧巡航导弹后，除该级舰外，还将为其安装于海象级潜艇。其中7省级巡防舰预计将于今年入伍检修时接受改装，而海象级潜艇则预计会在2029年装备。受俄战争影响，德国军工大厂莱茵金属公司发布新闻稿，显示其年营收创历史新高。该公司指出，去年该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6%，达到约97.5亿欧元，其营业利润上升61%，创下约14.8亿欧元的历史新高。根据该公司披露的数据，去年其订单储备也创下历史新高，订单存量达550亿欧元，而上一年同期则为383亿欧元，同比增长44%。相比之下，在俄战争爆发前的2021年底，该公司的订单额仅为245亿欧元。
此外，该公司强调，军工部门如今已占据公司整体业务的80%，主要生产坦克、无人机、防空系统和火炮系统等。这些领域的营收在过去1年较2023年增长了50%。相比之下，其作为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民用业务则呈现出下滑趋势。同时，莱茵金属公司还表示，由于欧洲现已进入军备扩张的时代，对此其还特意于近期提高了生产能力，预计今年的营业额将上升25%至30%，利润也将继续增加。另据德媒分析，考虑到欧洲可能进一步增加军费支出，因此莱茵金属公司的营收增长甚至可能会超过预期。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进攻比尔格罗德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